今天的鱼货品种还是挺多的，而且还是挺肥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导雕哥。现在是要准备过去捞我们这趟外海捕鱼的第二个网了。第二个网离第一个网的位置也不远了，开过去就直接到了。但是现在风浪是加大了。第一个网的收获一般般啊，看第二个网的收获怎么样吧。外海的感觉就是比较好啊，一拉上来就有鱼货。先上来一条小剥皮鱼啊，是我们外海主要的目标鱼种。现在的小剥皮还是比较肥的啊，看它肚子圆鼓鼓的。毕竟今天的网也都是放在小剥皮出没的地方，这个季节也是以捕小剥皮为主。而且今天的所有鱼货也已经是被订购完了，所以小剥皮也不用养活着，直接冰鲜就行。难得还是有朋友喜欢我们这种野生的海鲜的，虽然价格高一些啊，但总比那些养殖的好吧，味道肯定也不会比养殖的差。特别上来的鱼货也都是硬气的鱼，所以还算是挺肥的。难得有大老板想要承包我们所有的鱼货啊！这里也是要感谢各位老板粉丝们的支持，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。这个季节大货比较少啊，所以基本也都是以小剥皮为主。所以最近的大网我们也都没有放下去，要等到差不多天气开始冷了才放大网。泥猛鱼一条。再来一条泥猛鱼啊！最近的泥猛鱼其实数量也是一般般。上一次外海捕鱼回家的时候，也是带了好几条泥猛鱼回家吃。我的做法是上面铺着一层酸梅，然后清蒸的，也不用再下什么调料的，味道也是一级的棒。现在想想也是开始流口水了。一些小条的家鲫就把它们放回海里面再养养吧。我来了一个大刺豚鱼，直接鼓成球了，把它丢回海里面去就行了。外海的鱼货数量还是挺多的，而且鱼货种类也是挺多的，而且相对的鱼也是长得比较大条一些。所以这个季节除了一些小剥皮、泥猛鱼之外，也就是一些家鲫之类的了。现在的风感觉也是越来越大，而且浪也是比较大，船一摇一晃的。如果知道今天的天气是这样子的，就不过来外海捕鱼了。过来外海捕鱼肯定是要风平浪静的才行啊，有点风浪的话就比较危险的了。还好现在的风浪还是在可接受范围，就怕它继续加大了。按现在的风量来计算，继续加大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，所以我们要加快点速度了。好在风浪大的时候鱼货还是挺多的。这些鱼都被浪冲到我们的网这边过来了，所以鱼货的数量明显好像要比上一个网要多一些。哇，这条泥猛鱼这么大条，可能要达到8、9两哦。家鲫也是成群结队的活动啊，但是我们放网的位置，家鲫数量其实不多的。原来不是家鲫呀，是真鲷啊，长得是真的像啊。这一会浪打上来，又一会吹一阵风的，直接把我的上半身都给打湿了。然后海风又一直吹，直接把衣服都给吹干了。真的是一会湿一会干，一会又被浪打湿，一会又被风吹干的，就这样反反复复重复了好多次，我都怕要感冒了。这一个网的泥猛鱼明显要比上一个网要多一些，毕竟泥猛鱼也是经常跟剥皮混在一起活动，这样子它们也有个伴啊，可以一起过来我的渔网这边游玩一下，这样子就能让我捕到更多的鱼货了。今天的小剥皮上来也都是3、4条的，好像数量也要比上一次外海捕鱼的多。再来3条小剥皮鱼，最近小剥皮还是挺肥的，这个季节就是吃小剥皮的季节。冬天的时候就少了。这也是一条小真鲷，不是家鲫鱼啊。像这样子的真鲷，其实拿来清蒸是刚刚好的，不会大条，所以它的肉质也是不会柴。等回去的时候也带几条这种真鲷回去清蒸，味道绝对是一级棒的。外海捕鱼就是最喜欢这样的感觉了，一上来都是一大坨的。4条泥猛鱼，泥猛鱼拿来红烧一下，肉质也是非常的棒。泥猛鱼的肉还是属于比较嫩的，也不会柴，但是它的肉属于比较紧实，比较硬，但它这种硬不是柴的那种硬，
反正这种泥猛鱼怎么做都好吃吧，吃过的人都知道。而且这种泥猛鱼的价格也不高，挺适合的。上一次卖鱼排泥猛鱼的价格是32块，所以在价格不高的时候，入手几条泥猛鱼其实还是挺不错的。你看这个浪一打一打的，打上来就飞到我的脸过来了。这个位置的夹击数量就比较少了，捕夹击的地方又是不一样的，要把网放到没有那么多礁石区的地方才比较多。不过这几条夹击倒是挺大条的，旺季捕夹击的时候上来是一大坨一大坨的。现在那些大条的夹击价格也是比较好卖，一斤可以卖到30几块钱吧。就像是这几条已经算是大条的夹击鱼了。感觉全身湿透的时候，一阵风吹过来，全身都是凉凉的，鸡皮疙瘩都被激起来了。船比较摇晃啊，还是要扶稳一点的好。这一个网的第2条刺臀鱼了，船一摇晃啊，感觉人还是比较难站稳的，而且船也是要加大油门才能前进一些，网才比较容易拉上来，要不然都比较难拉，都是要互相配合好来才行啊。今天是放了3个小网在海里面，也就是说这个网拉完，海里面还剩下1个网没拉上来。但是风浪这么大，而且还有加大的迹象，感觉时间还是有点紧迫的。所以加快速度拉网的同时，船速也是要加快一些。你看现在船摇晃得很啊，一上一下的。风浪就不要继续加大了吧，感觉还是比较危险的，毕竟离回家的路程还是比较远的。来再多的渔获都没有安全重要啊，所以做什么事还是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。做渔民更是这样子啊，毕竟做渔民也是比较危险的职业，每年也都有渔民给挂掉了。我们这边今年也是发生了渔民出事的情况啊，所以这么来说，高风险不一定有高收获啊，能平安归来才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。当然，平安归来的时候能大丰收就更好了。这一个网捕到的海鲤鱼也不多哦，但是海鲤鱼倒是挺肥的。再来一条，再来一条，真的是要来就连续的来啊，要么就不来。差不多这个网也是拉了2/3了，只剩下1/3没拉上来而已了。还是要加油啊，加快一点速度吧。我也是一直在控制着船速。今天的渔获品种还是挺多的，而且还是挺肥的。先把前面的这些渔获拿去冰箱那边保鲜，然后再继续拉。毕竟现在的天气还算是比较炎热的，先把鱼保鲜起来，这样就不会变质了。哦，这里是来了一条左口鱼哦，感觉这一条也不像左口鱼，更像多宝鱼多一些。连16枚也来了啊，外海的16枚比较少。这里是连续来了2条火点鱼啊，今天也是捕到了有几条火点鱼，上一个好像有2条呢。多一些小剥皮其实也是挺不错的啊，毕竟价格比较高，来一个50-60斤就不错了。上一次的外海也是捕到了50斤左右的剥皮鱼，所以上一次的外海光剥皮鱼就卖了3000来块钱了，这一次就搞它个60斤吧。没想到这个位置的真鲷还是挺多的，这个网都上了好几条真鲷了，不是很大条啊，但是清蒸是刚刚好的。这一条清蒸也是刚好蒸成一盘。今天虽然浪比较大，但是海水还是比较浑浊，网也是比较黑。希望后面如果有大风过的时候，把海底给刮干净一些，不要再这么浑浊了。没有比较大的风是没有办法把海底给刮干净的，估计要来台风才行。因为其实海水也是属于这种区域性流动的，所以流动的范围也不大，所以只能在大风浪的时候扩大这个区域性，所以才能把海底的淤泥清扫一些。这一个网也是接近尾声了，不过总体上来的渔获也算是还行。香头也来了一条，好像今天捕到的香头也没几条吧。
这箱头还是比较小啊，再大一些拿来清蒸也是挺不错的。一个网基本每一片网都有好几条鱼货上来，收获还算是可以的。比起近海要拉好几片网才上来一条鱼货，这一种情况已经算是很不错了，是外海该有的感觉的了。还能再好一点，就是来几条值钱的鱼货，比如大红斑之类的。哇，来了一个大海胆，这个海胆这么大个。差不多这个网也真的也是接近尾声了，海里面最多也就剩下1、2片的渔网没拉上来而已了。在加速拉网的情况下，这个网拉的速度还是挺快的。你看网都没有整理呢，把这些网拉完，等回去了再一起整理吧。好的，就这样子，这一共也是拉完了。总体的收获算是一般般啊，剥皮比较多。然后现在加快点速度去拉最后一个网了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，下一个网的视频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。我是脑导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